令外界担忧的是，韩国对朝鲜政策愈发强硬。尹锡悦政府7号发布了新版国安战略文件，与旧版文件相比，多处表述有所改变，其中写明朝核威胁引发韩媒关注，而上届政府国安战略文件并未刻意描述朝核威胁，只提到当时的韩美、朝美峰会，并乐观预测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正在成为现实。此外，上届政府无核化路线图重要环节的中战宣言和和平协定都未写入新版文件。另外，旧版文件中坚决应对日本歪曲历史、声索独岛主权的不正当做法的表述被删除，新增内容称，韩国与日本共享普世价值，将加强在朝鲜半岛地区及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与旧版必谈美日韩三边合作不同，新版多次谈到将美日韩合作水平提高到更高水平。在东亚外交领域，文件强调韩日修好的成果，并按日本、中国、俄罗斯的次序排列。实际上，作为美日韩三国已经篡改了之前六方会谈所提到的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强调的单纯是朝鲜的无核化。这实际上就是在三国关于朝鲜的核战略问题上已经趋同。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其新版的战略里面要不断的强化朝鲜的核能力。当然，强化朝鲜的核能力也给自己发展核能力，甚至引入美国的核能力来找到了充分的借口。自去年5月宣誓就任韩国总统以来，韩国对外政策外交逐渐转向，在国内外持续引发批评。今年2月，韩国国防部发行2022国防白皮书，时隔6年重添视朝鲜政权和朝军为敌的表述，同时在描述对日关系时的措辞也发生变化，将日本视为因共享价值构建未来合作关系的近邻。韩国还更加强调韩美同盟中的核的重要性。韩国总统尹锡悦6号在出席活动时提及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发表的华盛顿宣言，他称现在的韩美同盟已经升级为以核为基础的同盟，而他与美国总统拜登4月发布的华盛顿宣言旨在加强美军核资产延伸威慑执行力。美韩华盛顿宣言称，美国将通过扩大美韩核危机磋商，新增美韩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成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扩大半岛周边美战略资产出动等升级，对韩提供延伸威慑。在这份宣言中，韩方还明确表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宣言一经发出，便在韩国国内引发质疑，认为其可能违反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如果韩国引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甚至把美国的战术核武器甚至战略核武器引入到东北亚地区的话，必然会导致朝鲜的激烈的反抗。这个激烈的反制就是自我再研制更多核武器，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来携载更多的战术核武器甚至是战略核武器。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东北亚地区陷入到军备竞赛。伴随着朝鲜核导能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认为美国可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今年1月，在青瓦台迎宾馆举行的韩国国防部与外交部新年工作汇报上，尹锡悦谈到韩国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令外界哗然。华盛顿宣言被认为是在回应韩国社会甚嚣尘上的拥核言论。那么从美国和韩国所签署的华盛顿宣言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韩国的不安。什么叫韩国的不安？因为在整个表态里面指出，如果韩国遭到了核打击，韩美之间要磋商是否来还手，是否来回击。所以美国在华盛顿宣言里面其实是给自己留有余地，这就会让韩国感到不安心。所以韩国为什么不断地抛出自己也能够研制核武器？其道理就是，如果你美国不给我提供核保护伞的话，我也有能力来研制核武器来对付北方的朝鲜。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美国核科学家齐格弗里德·赫克尔今年3月接受韩媒采访时，给韩国自主开发核武器的主张泼了冷水。他肯定了韩国具有开发战术核武器的能力，但指出，如果要赶上朝鲜在战略核武器上的能
能力可能需要漫长时间，并会占用相当多的国防经费。同时，一旦韩国做出违背国际规范的极端选择，将面临严峻形势。届时，韩国不仅要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对立，还要站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对立面。韩美同盟将受到巨大损害，国际压力将从各个方向涌来，韩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对外依存度极高的韩国经济也将受到严重打击。而韩国国内对于拥核的支持度也正在下滑。由韩国政府资助的韩国统一研究院于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建立本国核武库的支持率从2021年的71.3%下降到去年的69%，而在今年5月已下降至60.2%。调查结果还称，在同一时期，韩国民众对美国将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到朝鲜半岛的赞成度也在下降，从2021年的61.8%降至2022年的60.4%，到今年5月已降为53.6%。日本时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说法称，韩国寻求建立核武库的任何企图会使其受到严厉的制裁，甚至可能来自其盟友和合作伙伴。